曲啊，我再等一下啊。啊，对，我们要有主题曲，主题曲。哇，我们留在今天，我的主题就是真的，过去想不到什么，未来更搞不清楚。你说你为了未来去消耗现在。窗沿的水滴落成昨日的终点，灰色的云走得很远，阳光终于亲吻了桌面。翻开相册，指尖触摸着旧时刻那时的笑脸，像梦境重叠，微风在耳边轻声地许下诺言，回不去昨天，看不清明天，幻化的迷暗光线，不问风从哪里吹来，不猜花会何时盛开，我只想握你的手，看影子在阳光下慢慢变假，阳光洒在窗前，我们留在今天，就在这一秒，真实的瞬间。这个很好听，这个第几版啊？这样的花1天时间，甚至都出不来。哦，这是真的是心血，这真的是心血。哎，现在越来越流行这个说法，大家就是清醒，就是所谓的清醒的人的标签。它其实不是没，它这有一个时代，现在就是这样。为什么？对，你想过去哈，我们几十年，可能甚至上百年，它发展的东西都基本你是能看得见。那就我们这一代人，我见过的东西，你说变化有多大？就完全当年打死我都不能想象，我只能当年我看的科幻的小说看出来的，到现在都已经超过了。说明什么？就是说我们对未来越来越不能预测，就是我根本搞不懂。那你去想那么多事儿。你过去比如说就我烦恼这件事儿干嘛？对，我们过去有一个固定的，我买房子它就是会涨钱，这个地总是要升值的。未来也可能特斯拉那房子一搞，可能就也许人家不要。我们今天不是一上来就对，就是说，就聊所以这个房子，它这个变化非常大，就是说，包括你的投资，包括什么，都影响到你的决策。所以你看我们过去从他经历过点煤油灯，你看过去为什么说老的厉害？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经验经验可以没错对，他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就能预测未来他是这么走。对，那我们现在过去的经验不能预测未来了，那老人就没有用了，你就得重新去学习了，对吧？他是这样，所以你看，变成说你焦虑没有用了，你预测不了。过去我们可以听父母的，你看你上这个大学啊，以后出来是做什么，他给你安排。果然都很真呢，他上了大学果然出来工作，现在不行，现在很听爸爸妈妈话，现在会害了他。现在你让他，甚至你要做这个行业，以后整个行业没。现在就很神奇。英文专业、翻译专业，对，还没毕业呢，已经是吧？你父母当时是不是觉得以他当年的认知，这是很厉害的？这个很厉害啊！你看上海大的学院，对吧？上海外语学院，哇，多大的牌子！多少出来多少名人，是不是？但是你现在说念外语专业，你看咱们身边的朋友，我至少特别 close 有2个，是念英文专业的，而在那个年代，他们还在比如说中学哼哧读书的时候，爸妈都会觉得说，我靠，我可希望我未来的儿女都是什么外交官啊，你哪怕到了改革开放后期哈，就2000年以后，你弄一个外企的，哎，你英文好啊。
然后你念语言专业的，你进入外企，然后成为就是都是可以爬到很高的职位的。对，就是变化特别捉摸不定的东西。所以我刚才在禅里面常常就晃你看不清。变化特别大的时候，你没法笃定，所以我们会说活在今天。活在今天不是躺平。我跟他有一个聊天哈，我们说活在今天不是躺平，而是说你今天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你不要固定，你该做你就去做，没有说我未来是什么，我就现在我能，我还能，就包括我们玩这个，你能就动手，马上就做。你只要是你的感觉是活在今天，你什么事情你不会等明天。其实阿伯你说这个是比较辩证的，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就是说法是，因为他打破了一个像以前的一个状态是努力就有结果，对吧？那努力就有结果，在以前的确是成立的，它接近了70-80%的状态，就是你努力有70-80%的成功的几率。那现在并不是努力没有用，是努力占的占比开始少了。它有可能要有各种其他的东西一起在综合的操作。现在我来说哈，努力还是会成功，但是要加一个方向。方向啊，对，它其实就是你不能瞎努力。方向错了。对，应该这么说，就是你不能就是只往一个你认为对的方向拼命努力。没有过去，只要努力，它就是一个好的词儿，就是哇，这人很努力，对吧？表扬你就是你很努力。哪怕是脑力，你要多想，聪明才智，对吧？这还是需要的嘛。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就是至少说这10年吧，或者甚至更短，就是你需要出奇招的时候。我倒不觉得是奇招有，现在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因为当然就是首先要抛掉原来的观念，就是我原来认为什么职业是好的，什么就你认为，对，就抛掉原来的观念，先抛掉，这首先。第二个呢，我倒不觉得是奇招，而是现在既然出了这么多能促进帮助你发展的这些黑科技，我觉得我个人想法，我就是用好它。对，就是就像你说的当下，对，当下就是这个意思嘛。对。等于我现在觉得它好用，我不要去否定它。不要否定。没必要否定它，就是因为有的人不接受。对。我可以拿我自己行的一个比较我自己感受的，我跟优以前说过这个事情。哪个？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我那一批的人当时铺瓷砖。是用的，就是说老法，没有任何什么辅助工具的，什么夹子之类都没的，凭经验，完全靠你的手感去摸，去凭经验，要放多少水泥，放多少东西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跟着大师傅学，这个时候能够做瓷砖做到很好的，都是那种广东师傅，年纪比较大的，资深的，像我这种跟着他们学的。能够做到这个水平的人很少，我当时自己都有一种自豪感，我可以在这么年轻在这行做到什么程度，对吧？我很自豪。但后来是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同行，他很承认我的做砖的能力，但是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我的确认可你的做砖能力，但是我想知道你一天能做多少砖，就是光你自己，或者你最多找个帮工来，我说我一天可以做个200尺，最多。他说你不要说200尺，你就告诉我300尺一天做得了。我说那我肯定做不了，一天300尺做不了。他说好，我现在介绍给你一个东西，你要做的就是你把你砖的起头做完，因为起头的开线起头是最难的。你做完之后，我给你2个帮工。甚至于给你3个帮工，这3个帮工没有要求，只要有手会做就行了。然后我告诉他们怎么耕，让他们就是跟着你做。你信不信他们最后比你一个人做的还快？我就直接傻了，我说这怎么可能？他说好，那我们来赌一场。他就叫我把这个起头做完，拉了几个新手，明显就是新手，对吧？然后。就是属于之前都是扫地弄这种帮工。他说，我给你这个工具，我告诉你怎么做，什么。他其实也不是一个专门做砖的人，他只是懂用这个工具的人。他说，好，你现在看他们做，你就在边上看他们做，你的唯一的就是检查他们做的东西有没有问题。
我说哦好，然后我就看他们就用这个工具，啪一个个夹，然后跟着我做的全部，它是一个体系的。然后我发现真的做不过他们呀，因为他们2-3个人同时在做。然后最后等它水泥都干了，把夹子一踢，我摸一摸，甚至于有的比我还平。哎，我发现这个东西比我原来更好、更快，质量更棒。然后甚至于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同时做，那你的生意就可以做大。对，他在教我一个思维方式，但是这个思维方式我已经完全接受了，我就告诉我那些当时教我的那些大师傅，这个让他觉得掉份掉价。我学了这么多年的手艺，对，我还要用这么个工具什么对吧？然后就这些师傅大概有2-3年是完全是紧逼的，完全不接受的，拒绝。但是直到5年后。这个工具已经变成现在做砖的标配，整个社会会去教会他，你必须用这个，否则就会出问题。所以其实最大的还是人不愿意走出舒适区嘛，因为对于他这些技术大佬来说，靠手工的技术大佬来说，这是他的优势。那么他即使看到这个工具了，他还是希望他没那么快，还是我这个对，他心里有一个然后他不想，因为他毕竟很舒适嘛，在这个状态中，他希望。他不想走出去。我们现在要做的，你说活在今天，我觉得不是那个意义，躺平的意义，我觉得还是说你要走出舒适区。就今天能做的事情，你先考虑今天，你把它先熟悉了，然后今天有一个新技术，你马上就用，不要考虑说这个我原来。就是你会考虑过去，我都学了几十年，我的师傅祖祖辈辈都这样，你这么一下一个毛头小的小工具，因为这种心理的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因为当时我也是一开始有抵触情绪的，因为我觉得我辛辛苦苦学了这么久，他们就进来帮工就可以做成这样，对吧？我有种就包括我当时我做计算机是一直是处到这个状态，因为我当时 IT 业啊，我记得我学的时候，我当时玩个 Photoshop。然后或者有个新的 CSS 这种东西，然后我用我的所有东西的经验去做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然后下面的那个周围的同学啊什么都很惊讶，说啊你还能把它做成这样，好，原来这个 Photoshop 可以做成这个状态，好，我很开心很自豪。隔几天，然后那个人拿了一个效果出来，比我的做的还好，然后我说你这么快学会了？他说没有，现在 Photoshop 升级了，一个滤镜点一下就出这个效果，就是你那时候会一种感觉。很失落。对，这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走在今天，往往人就是放不掉过去，就学我这么难学来的，你说呢？我为什么？真的是很难学了，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精神。所以我完全能理解那些老师傅不愿，他可能自己心里研究过这个东西真有用，但他心里这关过不去。我觉得花花说的这个部分不是活在当下那么简单。叫做面对当下，对，实际上就是要面对当下，要面对当下。就是有时候你背着过去的包袱，那是走不动的。我这样加是不是很好看？好看，肯定啊，好看，又好看又好看。这里面是菠萝的，你看我们过去的，这是我们上次那个，是的，就物有所用。所以他们有时候老爱说你特别浪费，爱买东西，然后。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如果能让有人用上，我都很高兴，一样的，对吧？多好啊！我就看了，对吧？就是喝多了都不怕打翻。对呀，喝多了。这不就怕这个用吗？还能怎样？你考虑的点永远都是很神奇的一个点。他说要出奇招。活在当下。好，活吧。活在当下，我觉得是种。就是洒脱的、松弛的态度。因为纠结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一开始聊，我们在聊那个买房子啊、租房子啊，对吧？然后我昨天还在跟我妈在聊，然后我就跟我妈辩论啊，关于就是你要买，那我妈可能是那种老派的思想，她就说买了你自己的房子才真正安心。我说你是这样想的？我说我是反过来。我觉得不安心的开始。是的，你看我跟他一直租了很多年房子，所以我觉得挺好，因为你不用考虑很多东西，跟你有什么，但你怎么讲呢？我还可以挑，我可以爱住这个，爱住。你买了房子，你就得去卖。你买了房子，对吧？你买房子这个价钱，
比如说我租也好，我还可以跟我的房东 argue 讨价还价，你能跟银行讨价还价吗？对呀、对不对？这还是另外一回，最关键就是你不能选很多东西，因为价钱在那。对，而且还就是你必须锁死你很多年，甚至一生，在一个没有变化的环境当中，因为环境不变，你人会变。对。你的心态，你的用途，哪怕就是你原先想好的用途吧，对吧？不一样了，之后，哇，你该怎么变？你买下来了，然后背了一屁股的债，你再买卖，就又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流程。哎呀，我就觉得，除了流程还有成本。还有成对本。，因为我就记得我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妻哈，就是男的是我们华裔，女的是白人，那么其实他们的生活习惯貌似他们因为这个华裔这个从小也是在这长大，貌似是其实价值观是很像，他们已经都很那个了，都很当地化了，但是毕竟他这个背景还是文化底子还是不太一样。结果也是这个，就当年他们很向往有一个自己的比较大的 house， 因为他收入还可以，就去买了一个比较大的 house，买了以后，其实就出问题了，因为你每个月就得要背负这个，你的预算就被cut掉一大部分，你不能用来。那比如说，西方人他们更享受，我就把钱要花掉嘛，我要去旅行，我要去经常出去社交，要去喝酒喝怎样，对吧？那么你因为这个你就得精打细算，你放不开了。那可能就是这个人。那我们华人如果华裔他会觉得 OK， 我攒钱为了我这个梦想的房子嘛，我值得，我可以少喝点，我可以不去旅游，我可以省一点。这个是不喝了啊，对，不喝了，甚至。对，要节省了，所以他这个冲突就来了。而且这个刚您说的，这只是一个节省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你今天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你要改变自己，你要做另外一个方向，但是可能就因为这件事卡死了，不能做，不敢做。你看我们来加拿大留学哈，一开始我们经历过多少就是都是新移民，家里买房子，买了房子之后呢，他把最好的房间全都出租，自己一家多少口挤在一个小小的可能 basement 里面，挤在我最那个的，我挤在一个把厨房有一个吃饭厅嘛，围成一个房间，房东住那里面啊，哎呦我，对吧？那好，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我们都在完成一个梦想。我的梦想的家园，我梦想中我的 dream house， 对不对？好，那当你可以去享受它的时候，我觉得享受它的，可能你有一天也非常有可能很快，若干年之后，你利用你把那些房间都出租了，然后你都窝在你刚刚说的那个厨房里面啊，苦的巴巴的，对吧？完了以后就是可能10年20年之后，你终于把那个房贷都还清了，你觉得这时候你可以享受这个房子，你的 dream house 了，你那个时候还有第一，你有好的身体享受吗？你有好的心态享受吗？你还是当年的你吗？你们家还是当年的组合吗？他是这样，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什么？就是说，在有一个设定条件，就这几年房价每年涨多少，每年20%的涨，他会觉得说我赚钱了，然后他真的卖掉，他真的赚钱。那是他真的卖掉，但还有很多人是不卖的，没有光看着那张表。那现在的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今天说现在的变化特别大？以前有一段时间，以我这么短的，我们人类这么短的生命，我们认知也就是20-30年，可能你知道。那个时候哈，包括房价都是往上走，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人生活有一个模式，有钱干净，借钱，无论如何买房子，是在那个时候买地。那你现在看看还是不是那样？你不能还抱着那个，就是还是过去的那个规律。对，是你看我们现在人在国外哈，从哪一年开始？我想想，就是疫情后，疫情后很明显。就是你看，我们私底下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你国内的房子处理掉没有啊？
就都是这个话题。从我妈不认同我有这样的想法，就会觉得说无论如何得留根，得留房子才是她的根。老太太啊，70多岁，对吧？这是她的根。到了，她反过来跟我说，她的老同事、老同学手上还捏了多少套房子没出手，哎呦，她好可怜啊！就是画风突变呐。都是所有你包括拉长了，你讲科技，它也是在某个一个年代，一定要跳出，就说我现在都变成我们不敢跟年轻人你应该怎样。对。就说我们过去的父母能指导我们现在做父母不能指导孩子。不能。不敢。变化太大了，只有他更前沿，更看到。是我妈现在绝对不敢说我，不敢指导我。妈妈，你是对的。妈妈，一脸不无忌的样子。我好像是所有视频里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妈妈你是对的。哎呦，我也是。这是一种挑战。肯定，这是一种肯定。乔老爷以前呢叫他乔老啊，乔老经常突然见他的不知道，别问我。啊，乔老啊，因为现在过去有一句话他爱讲，欺老不欺少嘛。有这是俗语吗？按照道理是这样，因为就时代的进步你老的你一般来说你跟不上年轻的一代的脚步，特别是社会进步快的话，你欺少的话，你是绝对。但一定不是老化吧？古代的时候，就比如说家族里面得有点什么事儿，得把家族里最老的人请出来出主意，对呀，对不对？这是过去老行业啊什么的，变革不大。他另外一种角度讲呢，老你终究是夕阳越来越落嘛，少是越来越强壮的过程。我知道在哪里讲，是在职场。职场，你不要看，就是你会退的，以后就是我少壮派，我会上来的。比如你现在是科长，你50几岁了，过几年你就退了嘛。人家年轻的20岁，大学毕业刚进来，你看他是很年轻，你欺负他，是你现在还有权，没有几年。对，大概是在职场。你很快就淘汰。那应该是职场。你可能几年看着你几年你就退。那么接下来就是他当家了，你知道吧？因为后面就大概是这样一个。这也是正常的，就是人类就是这样，你寿命到了一定程度，你就是走下坡路。这当然你不应该，其实职场上你不应该说是欺老或者欺少，都不应该欺。其实你要公平做人，是，对吧？公正做人。但我现在觉得吧，如果我们本着一个活在当下的一个原则，是如果一直本着这个活在当下的原则，是没有年龄的区分的，是没有年龄的区别了。对，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马斯克他妈，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咱们不用说了哈，不然他不会教育出这么优秀的儿女，对不对？但是当他老了，儿女都非常非常牛逼，非常非常厉害的时候，他反而更像个小孩子。他的儿女，因为我看了马斯克传之后，我就看他妈的传，就是他儿女给他妈养条小狗狗，就是说他妈妈可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小狗狗的身上，就不要去随便 dating 那些坏男人。他妈老被骗，老在感情上受到挫折受伤。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可爱的一个老姑娘嘛。然后他妈现在还是，就是你看她出来拍照，做还是超模的那个样子。她的无论是她有多少皱纹，有多少白头发，她的那个表情就是完全忘了自己到底是哪个年代的人的那个表情，他就是当下老娘很美，就那个表情，就是哎呀，我就觉得只要你还就是有这种心态，是以当下为准的，对呀，岁月没有任何杀伤。还是那句话，就没有应该，就是你的年龄你应该，没有应该嘛，所以说应该是。
对吧？是，我就不应该逆反。不应该，不用逆反，正常表现就好了，对吧？现代社会啊，飞速进步。不管老的少的，你所谓就是面对今天，你就是要每天都去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对。你不用去抱怨它没有用。你今天你能做什么？你能跟上多少你就跟多少。你就往前走。对，我就刚才像讲的，就是从贴瓷砖那个例子，就是说，其实他有一个人的心理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辛辛苦苦弄这么多，我为什么一夜之间被回到解放前？我不能接受，我要守住我这个阵地，我要反抗你们这些人。但实际上这叫历史的倒车，你迟早会不可能挡的，所以你会被淘汰。对，因为它用工具，它是标准化，它的质量有稳定的标准。你再老的师傅，你还是会失手的。你摸，你总有高低起伏啊。我工具下去，它平整就是平整。对，是，所以你就必须要去。我觉得我现在活在当下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接受所有的变化，所有的现实。你接受，你就能跟上，因为你接受了嘛。比如你当时一接受，你就用这个了嘛。不就行？现在一样，所有的统计现在都用 AI， 在什么 Excel， 你就是再精通，你也干不过现在 AI。咱们不说别的大的，咱就说人本身的状态好了。很多的老态的产生，是什么？对未来未知的焦虑，会让你变得老态。因为你没有掌控感。你现在对预期自己的预测的是，我现在越来越会这样子，可能隔三差五话，不一定每一天啊，会问自己，就是说，哎，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这2天过得怎么样？来自己反思一下，对吧？你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室重新整一下，然后我不是阿婆还问我整的怎么样啊？整完了我才来看啊，整一半我不看的啊。然后我不是还跟阿婆说，我说弄得差不多能用，我就懒了。但是我有时候会在想说，那我为了什么呢？我是不是得要把它整到我最理想的状态？我告诉你为了什么啊？就你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生命的意义，所有的这些仪式感，都是为了让它，就我们给它标记意义。你弄一下，就变意义了吗？就意义就在我至少开心这么一阵，过一会儿腻了我再换啊，我还可以再换。对。还这样换，对吧？意义了嘛？你看，我告诉你，我这块是这样弄的，但是我留了空间，我可以再换。都是留空间的。我明天又换。对，我再不行，我搬不了家，我把家具给转一遍。又换。哎呦，我觉得把家具360度转一遍，我觉得是件很爽的事情。对啊，然后你所谓的仪式感，它就是让生命更加有就所谓的意义嘛。对，你就会有种什么感觉呢？那些消耗你的东西、人、事情，是他的，你还关静音了？对啊。哎呦，很珍惜当下呀！那必须的。来，碰一下。来，我们那个喝的，乔老爷这个有了，我看到。我这一道。好了，珍惜当下。谁知道？对吧？下一秒钟有没有一颗陨石砰的一下不小心撞到你身上？确实，你这个焦虑那么多，为什么？你看哈，没发生的事情你焦虑，你不就惩罚你今天吗？不是光这个，就是它其实科学是有明确的一个人的焦虑产生的心理暗示，对人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状况是有干预的，是一个负干预。是真的会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没心没肺的人是最难老的？对，不光是这个，我跟你说。其实就是说，当然现在还没证实，现在有几个理论嘛。然后马斯克也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以后的人的年龄是可以完全修复这个年龄，是因为他认为人的，就是说人如果衰老，为什么不是这边衰老那边衰老，而是统一在衰老？他说其实是人的大脑在给一个指令，差不多到这个年龄了，开始要怎么样了，就是大脑在有一个输出的指令，在干预所有的细胞去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理论，还没被证实。怎么啦？
我必须要批判一下。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像过年的时候要讲一下这个，传统还有个虚岁。为什么要讲虚岁哈？你说我的同志，我们想骂脏话。哎，你明明就这个年龄，对吧？咱们按照数学来算，对不对？问题他要给你来个虚岁多大，就怕你长不大。对，就是你虚岁是那个。是。不过这个应该从最古老的，我觉得猜测哈，过去的人的寿命非常短，比如30几岁，常伟说的道理，他就倒过来了，对，你已经是能活到老是光荣，太短了。年纪大人是光荣。你比如说周岁39岁，你虚岁变41岁，你有根据吗？我没有根据，我跟你说是猜测加的。2岁啊？原来是41岁，有的要加2岁，有的加2岁。30几岁跟40几岁。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要到那个寿嘛，一个大概，我也是这么猜的。那天我看了有一段，那个谁呀，国内的有一个叫尹烨还是谁，就讲说不要去算命。他的理论，你转给我们看。对，我在转给你们看了。也是心理暗示，就是这种心理暗示。你算了命了以后，它也会影响你，这也属于会影响你，因为你会意识到，你反而就是我这不能动，对，我是这个命，所以就是过得其实糊里糊涂的，就反而老得很慢。对，然后你就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就会想说，你不要拿未来的东西你来去焦虑到影响到今天也没过好，未来你也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要想那么远？焦虑什么？真的不知道，你知道吧？你以前今天过不好，影响到未来也没过好。你看哈，很有可能。你以前，比如说我讲的很简单的，你在愁你的孩子，哎呀，书没读好。那如果他书读好，以你所愿，他读了某某专业，啊，到这里，卡，他 nothing 了。那突然行业没了。那还不如他真的没读好。他可能在别的行业就出来，所以说你的焦虑有用吗？你当时所能预见的是这个，你会预见不了。而且这时候又出现那个心理成本了。对呀。那个没读好书的，他从来就没有读这个专业，随时改。这都说的太远了。最简单一件事情，最简单一件事情啊，妈妈，对不起，又来了，不要拿我们来你们刚刚肯定了你妈妈可以。大家了解的东西觉得很真实嘛，对不对？比如说每个礼拜四，我妈觉得每次她表扬之后就没什么好事。每个礼拜四，我妈都觉得就是那天是她经常去的那个超市，每个礼拜四要做特价。但是呢，殊不知她每个礼拜四必须去买鸡蛋的，她只会买每个礼拜四打折的里面最便宜的那个鸡蛋。那就是每个礼拜四的那个超市就会拿出自己将近要过期的鸡蛋出来打折。那我妈为什么要省这1块钱呢？可能1块钱都不到。为了要让今后将来的自己过得更好，是不是很搞笑这件事情？然后你吃了一个快要过期的鸡蛋，然后省了不到1块钱，为了要让今后自己80多、90多、100多的时候，那你今天吃下去是一颗快要过期的，不知道哪只吃了很多饲料的和化学物质的催生的鸡生出来的蛋蛋。哎呀妈，条眼瓜子都掉了。就是你看我妈不叫活在当下，我妈叫活在未来。不是活在未来也是我们人，因为什么？可能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我跟你说，你现在就是反说了一件事，你妈其实本来心里不焦虑的，挺好。你这么一说，她心里开始焦虑了。我告诉你，我妈下一句台词是什么？我留下来这一点不都是为了你？就是。然后我下面一句说，你什么都不要留给我，我20年前就跟你说过了。我的天哪！你看你拿笔账算出来，1星期省1块钱，最后20年以后有多少钱？然后说这钱我现在先给你吧。所以你看，就是我现在就会没有，这只是什么？这是一个惯性思维，它不是说它没你想开了它就没什么，对吧？就是一个惯性习惯。它架不住你跟他辩论。他辩论就有词儿，逆反嘛。对，我还是这句话，没什么真的对错，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从你妈的角度，这是让她心里很舒服的，对很开心的，点你比如说就在这里，对吧？然后你反复去跟她说这个事，反而引起她心理焦虑，对吧？我今天可能吃了个化学的东西，我怎么样了？然后就开始心理暗示了。我跟他说过很多遍了。你知道吗？他是其实也是，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个钱是不值钱，但是呢，也许快乐也值钱。他觉得本身是就是省下这对，不到1块我朋友有钱个蛮经典的例子，他说他很不能理解，他老婆半夜3更把他拖起来，让他开车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加个油。他说我查到那个地方现在油价便宜多少，然后他都差点给气疯了。我半夜3更跑到那边就为了省这点加油的钱，开过去还要油费，就你到底省出个什么东西来？但是他老婆很开心，就是很快乐。对，那你看你转换成这个，就是买他的快乐嘛。就是快乐，对。就是这样。好，马超好，是不是马超？你平时做3餐饭他都不快乐，你就去开个车溜一圈，他很快乐，即使在这。对，然后每个礼拜4我妈去为了省几毛钱，然后买盒鸡蛋回来，她很快乐。那你反过来这么想，你原先是一直是不让他做这事，你突然有一天你买了一盒回来，哎，我今天帮你买了这么，搞不好更开心他。我悟了，如果有一天我逼着他买了一盒 organic 的鸡蛋回来之后，他可能会难过2个礼拜。对呀，那你我跟那个吃了都没用。没有用，对，补不进去，对，虚不受补。就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东西不要纠结它对不对，你可以有你的算账方法，你妈有你妈的算账，甚至她这个账算的不如你好，对，就像但她快乐。这是最重要的。对，就像你刚刚说的，人生意义在哪是他自己定义的。所以我们最明智就是我跟我妈是分开吃鸡蛋。对，她吃她的，我吃我的。她吃她的蛋很快乐，我吃我的蛋很快乐。对呀，就行了嘛，对。这个真的话说回来，我们今天说的这么热闹，就是活在当下，活在今天，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解释。那么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解释。就是你只要觉得适合你的，我觉得就 OK。不管你是活在当下为了当下，还是活在当下为了未来，还是活在当下回顾过去。有的人很喜欢回顾过去啊，有的人很喜欢他很快乐，对，很快乐。他会想当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说，你都得立足当下，没有当下就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了，都就消失了。我其实也会哈，咱俩我有时候就私下里跟他也会聊起我们峥嵘岁月过去干的那些事儿，对吧？有时候也觉得挺好啊，哇，那吹牛。好开心，就是过去的那个事儿，对吧？偶尔，那你不能留在里面，就觉得你还是那个样子。对，因为过了这个河就不对了。其实焦虑本身是自己带给自己的，就像举个例子，当你突然回想过去，觉得想跟朋友聊一聊的时候，聊完了你突然焦虑了，哎呀，我是不是成为那个以前觉得怎么喜欢聊过去的那种人？对，我开始焦虑了。会是的。对，然后我是不是已经开始变成这样的人了？我是不是年龄到了，然后你的焦虑开始来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对，其实反而是不好的。哎，你有这种觉悟，说明你很难老。他不老啊，他不会，我叫他是不老松以后，是不老，就是因为他的心态一直在一个中多少性的人不敢猜你的年龄的，就是估不出来。哎呦，这最高境界。对，就最高境界。殊不知，你可以说他20啷当岁。对，就是那有点夸张哈，3、4刚出头。但是就是说，殊不知就是用多少东西换来的，就是不能说多少东西换来，就没什么代价对你来讲。但是呢，你的本性是那种，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会让，就你的这种活在当下的这种年轻心态，会让有很多人传统的人觉得，这不是最自私的行为吗？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渣男都出来了，你承认吗？承认。人家是承认的，他是承认的，我的对吧？有根据的。OK， 就是但是传统观念上，好，我们现在是不传统的观念，就是我们如何保鲜。这个
保鲜它不是你吃了多少保健品啊，然后你往脸上涂了多少东西啊，对吧？我们照的那个光照，对吧？他居然也照，也照。我跟他是这个方面有交流，你知道吗？这个方我们可以心得可以互换的。哎呦，我也是醉了。就男闺蜜是派什么用的？再醉了再喝一杯。咱俩自己喝一杯吧。来，我们俩喝，可以。太有意思了。是，所以就会觉得说，怪不得。怎么弄到变成揭底大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外人如何来想你，你是如何的不孝不敬啊，为老不尊，不忠不义。我现在用照片式，就是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世上，你看一天一天过啊。我现在不是每天都做 vlog 嘛，就是像感觉就是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美照，每天连起来这一生全是美的。因为你其实在这个一个过程，你会忘掉很多东西，你就记得今天最精彩的东西。对。哦，是的，对吧？就是它，然后就连起来，哇，全是美的。当我意识到，活在当下的重要性，那一刻开始，我的记性变得很不好。不用记。我记性变得很不好。好事啊，好事。对，我就变得没心没肺的不好。就有很多的事情，我发现我不记得了，包括自己是哪一年生的那一件事情，就经常就是比如说你要过生日，算半天，叫的。对，算半天。但是我觉得得到的副作用远远要少过正面给我带来的东西，远远要少。有副作用，有的肯定有的，因为你毕竟还是在这个大环境当中。但是，对，但是老娘不在乎。说明你学会了一个新的能力。啥？其实，人最可贵或者最难的一个能力，反而是如何取悦自己。好多人是取悦别人多点。对，就是好多人他其实他不自知的取悦。对。他不知道。对，你会取悦这个不是一个会的取悦我自己。乔老爷绝对会的，但是他是有选择性的，他的选择范围还蛮小的。看破不要说破。就看太破了是吧？啪 OK。最容易忽略，但是其实最难的一个能力就是取悦自己。好多人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失去这个能力的。很难哎。不是，因为这个关键的问题，关键点是什么？因为你看自己是从自己内心看自己，还是从别人眼里看自己？你如果从别人眼里，那你当然要取悦别人。取悦自己还是一个很高精尖的技能。第一步，我意识到第一步的时候，当时我把我给急哭了。我真话是什么？你有没有对自己好？这第一步吧，都不用取悦啊，还没到取悦的程度。他妈你有没有对自己好？你这辈子做过什么为你自己做的事？没有，只是现在。现场我就给急哭了，我想不出来。我就觉得要对自己好这个概念是非常难的，你没有。从醒过来那一刻。就特别是就是说，你到了一定年龄，你对于家庭、对于社会是有一定的你推卸不掉的责任的时候，开始，你就几乎是没有做过任何对自己好的事情。真吗？我当时是这样子。那你只能是说当时想。那是我那个时候脑子出问题了，就是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打开你的信用卡账单，你发现你每一笔花费都是在花给别人。在为别人花，在为了促成什么别的什么东西，你找不到，你信用卡账单很长也很大那个数字，当你在交款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笔是为自己花的。哎呀，我跟你想想有没有都是为你还是为我？而且还有什么，就是你可能做了一桌的菜，但没有一个是给你自己做的。这个我常见，因为我做完菜我就不吃了。厨师都是干这活的。而且我还会，这不重要，它主要是一片的东西。我还会是忘了吃。就是你伺候完所有的人，
吃喝拉撒之后，发现自己最后没也许这些都不是，最关键是没赶上背后有一句有没有说你辛苦了？如果有这句，这些都如果有就这是吧？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逼掉，对，你自己逼掉，你自己逼，对吧？因为我们增加工作量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有时候也会忘记做了我也不想吃了。我只是都不想吃是另外一对件事。但是那个我们乔也会说你辛苦了，吃点嘛。哎呀，什么乔老爷够了，有的在我人生当中有很大变化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中有很大变化的时候，我影响了很多身边的人，有好影响，有坏影响。但是我很欣慰的有一个很好的影响，是我一个很要好的一个朋友的先生，然后说了一句话，说不管怎么样，嘴甜要排在第一位。情商嘛，情商很重要哈。对，就是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是你情绪价值你要给到对方。我就是情商比较低。哎呦，乔老爷，哎呦你说你情商比较低，那这个对吧？我们先不说全世界、全宇宙，咱就说华人界，哎呦，垫底。你谁敢？其他人已经不是低，就是没有情商状态。你已经，我告诉你，你已经列入我的朋友圈，那我只能为我自己认识的人说的话负责，就是天花板级的，天花板级的神仙眷侣的伴侣的那一个 level， 正在学习。我还能为什么乔爷不自知？是因为他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当中了。完了，这个很自然的一个经济玄黄，这个又来了。你记得我们在游轮上我跟你讲的那个事儿吗？哪一件？很多件，你说哪一件？就你还批评我不能说乔爷。你本来就不应该说乔爷，不是，然后呢？他就这样，就你们就这么捧他，然后他就这么好，他就飞起来了，好成这样。我说你对我太好了，没有，他受到监督，他受到监督。他为什么受到监督？你们发现所有的伟人被捧上去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就是受到监督。对呀，我觉得你不能把他捧得那么不要，你这样让我很不自由啊！被架在火上烤了。没，就是坚守本心。为什么你们的坚持自由，我不能有？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不是，乔老师是这样的，你只要做回你自己，因为乔老爷 only 只是 A to B， 对吧？对，他很简单。Only between A to B 这么简单的事情的情况下，它很简单。我不想让谁伤心，我不想，我心疼谁啊，我要取悦谁，一切都是出于本能，A to B，你就只是 A to B 就好。如果说乔爷在一个非常烦乱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对乔老爷可了解了，就是他如果在一个非常烦乱的环境当中，他可能会迷失他自己，但是现在很简单，这是对吧实话。 ？A P P 在那，A to B， 就是这样就够了。没有，这是 A 啊。A to B， A 反正就是个反换一下。是的，就可以了。所以就是阿婆对吧？当下乔老爷一只手捏着，皮皮一小尾巴揪着，是吧？我们回去查一下信用卡账单谁用的多。这事情不可深究。啥？很双标。他要当伟人，你却允许我当渣男。这两件事情有区别吗？有。就是你为什么对你这个好朋友，你可以让他当渣男，你看他多舒服。不是啊，他有一天稍微不渣就好了。你看人家他是伟人，那些怎么稍微有一点人就是渣男？因为我如果不给他定性成渣男的话，我会接受不了他。把他定性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哦 ，it's reasonable， 对不对？Lululemon。我前两天分享 as soon as possible。然后他那天跟Happy说，Happy 说啥？他说 Happy， 我们去 hiking。